博望远镜发现了一种名字非常奇怪的天体——黑洞星。它到底是星系，还是黑洞，还是恒星？答案都不完全对。这是一期非常牛逼的宇宙发现。早在2022年，韦伯就在早期宇宙深处发现了大量非常奇怪的天体。它们没有明显的旋臂，没有壮观的星系结构，在照片里甚至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红色小光点。天文学家直接把这类天体叫做小红点。问题是，这些小红点到底是什么，一直没人真正说得清楚。它们看起来像极其紧凑的早期星系，光谱里却又出现了黑洞正在猛烈吸积物质的证据。它们有些特征像恒星，又有些特征像活动星系核。于是过去几年，一个问题始终悬在那里：这些小红点到底是星系，是黑洞，还是某种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而现在，一颗全新的黑洞星 MOM 的出现，可能终于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答案。也许那些小红点里真正藏着的，正是这种披着恒星外衣的年轻黑洞。这颗最新发现的天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周围星系的光非常弱。以前研究小红点时，天文学家看到的往往是中央黑洞和周围恒星混在一起的光，很难判断这些信号到底来自哪里。但MOM 不一样，韦伯观测表明，它在静止系光学波段几乎完全被中央紧凑源主导，宿主星系的贡献非常有限。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实验样本。如果把普通小红点外面的星系光尽可能剥掉，里面那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答案非常奇怪，它看起来像一颗恒星，却根本不是一颗恒星。于是研究团队最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解释，它可能是一颗被巨大气体层包裹起来的年轻黑洞。MOM 最离谱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巴尔默断裂。简单来说，氢原子会让恒星光谱在3646I 附近出现明显变化。当一个星系里存在大量特定温度的恒星，比如 A 型恒星时，光谱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出现一道台阶。所以过去看到小红点强烈的巴尔默断裂，一个很自然的解释就是那里可能存在非常致密甚至比较成熟的恒星群。但MOM 的巴尔默断裂强度接近8，这是一个极端到很难用普通恒星组解释的数值。论文指出，当地宇宙的活动星系核最强的巴尔默断裂也只有大约 2.5。与此同时，韦伯又在他的光谱中看到了一条极宽、结构极其复杂的 H 杯的氢发射线，还有深而宽的氢吸收结构。这又完全是另一种世界的信号，说明这里存在剧烈的气体运动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能源。所以 MOM 身上同时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特征：它的连续光谱像恒星，它的发射线却像活动黑洞。于是研究团队最后提出了黑洞星这个概念。最中心是一颗正在疯狂吞噬物质的黑洞，它外面还包裹着一层极其浓密的气体。这层气体就像一个巨大的茧，把中央黑洞埋在里面。黑洞释放出来的光无法直接逃出去，它们会在气体中不断被吸收、散射、重新释放。等这些光最终跑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于是从几十亿光年之外看过去，它竟然有些像一颗巨大的红色恒星，又像一颗正在吸积的黑洞。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把这种状态形象地叫做黑洞星。它并不是真正的恒星，真正提供能量的依然是里面那个正在吞噬物质的黑洞。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黑洞披上了一层恒星的外衣。而这个模型还能解释小红点身上另一个一直很奇怪的问题：如果里面真的存在正在疯狂吞噬物质的黑洞，为什么很多小红点几乎看不到强烈的射线？答案可能也是外面这层气体，因为它实在太厚了，厚到连黑洞附近产生的很多高能辐射都很难直接穿出来。所以黑洞明明正在里面疯狂进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却只是一个红色、紧凑、X 射线微弱的小光点。过去那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特征，可能其实来自同一个原因：黑洞被埋得太深了。甚至连小红点为什么这么红，都可能不完全是过去认为的尘埃造成的。极端致密的气体本身就可以重新塑造黑洞发出的光。这件事情还可能影响我们对早期黑洞质量的估算，因为过去天文学家往往根据光有多亮
发射线有多宽来推算黑洞质量。但如果这些光已经被外面的气体严重加工过，一些早期小红点中的黑洞可能没有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巨大。这很重要，因为韦伯升空以后一直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宇宙才诞生几亿年，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多巨大黑洞？它们到底哪来的时间长这么快？如果过去部分小红点中的黑洞质量被高估，这个困扰科学家许久的难题就可能得到一定缓解。总之，宇宙第一批超大质量黑洞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一直不知道。但现在，黑洞星给出了一种可能。